俄中外交部就反导弹防御问题举行了定期磋商，中俄在反导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保持沟通，加强合作，体现出两国不断加强的政治互信以及务实合作不断加强的现实。然而，中俄合作的深化却挑动岛内绿营的敏感神经。台媒近日在台防务部门带节奏下大肆炒作2艘俄罗斯军舰穿航台海的消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俄外交部6月27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俄中两国外交部在莫斯科就反导弹防御问题举行了定期磋商，就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全球和地区层面，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强调今后定期举行此类磋商的重要性。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向深圳卫视分析，中俄外交部此时就反导防御问题进行磋商，与两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美国正在日本打造基于美国系统的反导体系。韩国也在其力促下，计划增加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萨德导弹防御体系的建立，均会危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国际上所面临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你像美国在印太地区、在欧洲打造反导体系，中俄两国必须要分析现在所存在的形势，也就是这些危机对中俄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这是外交部门需要考虑的。那么，既然考虑到来自于实际的威胁，尤其来自于美国全球导弹的威胁的话，两国就需要考虑有什么对策。在中俄外交部门拿出对策的基础之上的话，两军之间将会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实际上，中俄两军在反导系统上的合作由来已久，包括此前俄罗斯向中国交付基于先进拦截导弹的 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S-400导弹本身是末段中低空拦截体系，它本身是反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俄在这个问题上是取长补短，相互之间进行合作，进行早期预警。俄罗斯有这方面的经验，俄罗斯其实还有比较好的地缘优势。如果从北极打来的话，把联合预警体系放在天上，包括放在俄罗斯境内的话，这种预警将会效率更高。中俄两军此前也在反导方面展开联合演习。早在7年前，中俄就首次举行了首长司令部层级的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并命名为“空天安全2016”。此后1年举行的空天安全2017演习，则着重演练反导战役级别的部署和联合行动，共同应对敌方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的突然袭击。同一年，中俄还进行了天空之钥军事竞赛，解放军防空部队的 S-300与俄军同型反导系统进行了比武，同时展开了联合演练，包括反导作战的筹划指挥、火力协同等科目。截至目前，中俄两国已经检验了反导作战的联合部署、兵力和武器配置，通过模拟演训探索实战中的问题，实现反导信息共享。分析认为，中俄通过反导联合演习，已经具备了联合探测定位来袭导弹信息、进行拦截战术策划，并展开火力协同等能力。未来，中俄联合反导合作将进入常态化。反导这本身属于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科目，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核心科目。中俄两军在军事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上已经达到了极为深化，也就是完全建立了军事互信，所以才会在反导这样一个高难度的科目上来加强彼此的合作，取长补短。中俄合作的深化却挑动岛内绿营的敏感神经。台媒近日在台防务部门的带节奏下，大肆炒作2艘俄罗斯军舰航经台海的消息。台防务部门6月27号晚宣称，截至当晚23时许，侦获2艘俄罗斯护卫舰由南向北航经台湾东部海域。随后有台媒炒作，俄罗斯2艘护卫舰27号下午在宜兰东澳外海约26海里处现身，引发台湾方面和日本的高度关注。报道还煞有介事地渲染，俄军舰在台湾东部海域出现，且如今接近台岛的情况相当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台防务部门过去鲜少发布俄罗斯军舰航行信息，此次对外公布消息不寻常。观察指出，俄舰现身的相关海域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之内，无害通过，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并未违反国际法。这种炒作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想离间中俄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俄罗斯也经常会和东南亚的国家来搞军事交流。他们一般路径是什么呢？就是要走西太平洋，然后经过台湾岛的东部海域，然后再穿行3-8海峡，最后进入南海，和南海的某些国家来进行合作。要么就是从相关的海域前往西太平洋，甚至中太平洋来加强合作。实际上，根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月27号发布消息，航经台岛的正是该舰队的响亮号和完美号护卫舰，他们要穿越南海，进入菲律宾海南部，并将在那里展开远程海上行动。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也在持续紧盯解放军动向。
有台媒渲染，解放军8架歼10战机在本月分4波穿越所谓海峡中线。台军方叫嚣称，经警告无效后将予以所谓打击。对于台防务部门声称的海峡中线，此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俄罗斯2艘护卫舰突然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您是如何看？确实，过去也曾经有那么1、2次俄罗斯军舰曾经行经台湾附近海域，包括去年5月份在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海域通过，但是呢都是纯粹的借道通过，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那么这一次，这2艘俄罗斯军舰却是故意舍近求远，专门绕个弯驶到台湾东部外海24海里附近。因此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俄罗斯这是在向美国、日本与台湾地区示威，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都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尤其是蔡英文当局的芯片禁运措施，让俄罗斯至今耿耿于怀。不过我倒倾向于认为，俄罗斯此举主要是以实际行动在向中国大陆发出核心战略利益相互关切与相互交换的信号。既然中俄承诺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给俄罗斯提供怎样的帮助呢？中俄承诺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不代表中国在俄乌战事上会帮助俄罗斯。因为第一，中方已经一再反复强调，在发展中俄关系与对待俄乌冲突上，中国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违反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国家主权神圣不容侵犯的原则。所以中方至今没有在军事上支援俄罗斯。第二，虽然近年来的台海局势看上去似乎是风高浪急，但是由于中国大陆早已定下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战略大方向，也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最终对台湾实行磁吸式的统一。再加上在中国大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威慑之下，台独势力也不敢轻举妄动。第三，针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今年2月24号，中方已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各国主权，并及冷战思维。有台媒渲染，本月解放军多架次军机穿越所谓海峡中线，抵近所谓台24海里线毗连区空域。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想，对于解放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才采取了不对等的军事反制措施。即你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无限靠近台独红线，那我就在军事上无限接近你所谓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12海里海空范围内。你在政治上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两岸在军事上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海峡中线。至于中国大陆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突破台湾的所谓最后一道防线，我认为这个时机点就是当台当局在政治上突破台独红线的时候。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